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上海锅饼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上海锅饼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锅饼所需要的材料：面粉45克，粘米粉15克，八粉1/4茶匙，白糖半汤匙，盐1/8茶匙，鸡蛋1粒，清水100 ml， 豆沙馅100克。首先，我们把粘米粉还有普通面粉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把发粉也一起倒进去，把它搅拌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筛子把这个粉过筛一次。过筛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白糖倒进去，盐倒进去，还有鸡蛋也可以倒进去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把清水倒进去，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我们要把它搅拌成5颗粒状的面糊。就算面糊搅拌的不均匀，还有颗粒也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把面糊过筛一次。过筛后的面糊就会幼滑滑，没有颗粒了咯。面糊过筛好后，我们就可以起锅烧油。我们在平底锅里加入一点油，因为是不粘锅，所以放一点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很多。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面糊，我们要把这个面糊煎成圆圆又薄薄的面皮。至于这个面糊要放多少，就看你们的平底锅有多大咯。我们用中小火把这个面皮煎至两面有一点微微的金黄色，把它煎至定型就可以了。因为等下我们还要拿去炸的，所以不需要煎到太过的金黄色。面皮煎好后，我们把它拿起来，接着我们就可以铺上适量的豆沙馅。这个豆沙馅你们要放多放少，你们个人喜欢。不过我觉得不需要铺太多啦，因为这个面皮不是很厚，薄的。如果豆沙馅放太多的话，可能会很甜。我们不需要整张面皮都铺满豆沙馅，我们只要铺一半就好，半边就可以了。铺好馅料后，我们可以拿一点面糊涂在这个面皮的边边，然后我们把另一面的面皮折回下来，形成一个半个月亮的形状。涂这个面糊的作用是要让这个面皮粘在一起。接着我们可以拿一支牙签在这个面皮的表面刺一刺，让它的空气跑出来。我们用回同一个平底锅，可是这一次我们要放多一点点的油，因为我们要炸这个锅饼。我们用中小火，然后放多一点的油，我们要把这个锅饼炸至酥酥脆脆的上海锅饼。
我们不要太心急，开大火去炸这个锅饼，因为如果锅饼的表面不脆，就不好吃了。我们大概炸至像这样，两面金黄，然后酥酥脆脆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，沥干油分。沥干油分过后，我们把它切一切，就可以上碟喽。吃锅饼前还是要看看温馨提示的。上海锅饼的面皮是用面糊做成的，与一般的酥皮锅饼不一样。我今天这个上海锅饼的分量可以做出多少个锅饼，那就要看你们锅的大小，还有面皮煎出来厚还是薄。锅饼的馅料你们可以改用其他的口味，比如莲蓉馅、芝麻馅都可以。如果馅料很甜的话，就放少一点咯，不要放那么多。下课，吃锅饼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豆沙馅上海锅饼。这个锅饼应该很少吃到，对吗？通常都会在酒楼的宴席里，或者有人结婚摆酒才可以吃得到。不过现在有了这个视频，你们偶尔想吃也可以自己做来吃哦。虽然卖相没有酒楼做的那么好看，不过还可以吃啦，还可以入口，吃起来还是一样酥酥脆脆的。我今天用的是豆沙馅，如果你们不要用豆沙馅，你们也可以用莲蓉馅啊、芝麻馅来取代。如果你们用的那个馅料很甜的话，记得不要放太多哦，因为这个饼皮薄薄一层，如果馅料太多的话，就会太甜，不好吃了。今天这个上海锅饼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们的锅饼放久了，它变得不酥脆了，你们可以把它放去烤箱里，或者气炸锅里把它烤一烤，它就会变得酥酥脆脆的。今天的上海锅饼成功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甜酸鸡丁，大家有兴趣吗？甜甜酸酸的，非常的下饭，非常的好吃哦。它的卖相非常的漂亮，五颜六色的，看了都非常的开胃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甜酸鸡丁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